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晚做设计的那个感觉依然状态是有些反复的。就我确实最后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风格，然后花了大概2个小时吧。就是我在纠结的点是，这是一个环保品牌，但我们用来做产品的那个材料不是很环保。然后因为它是手工艺品，然后我们的 brand story 是 OK， 这首先是手工艺品，因为它是手工艺，而且我们希望我们客户可以好好珍惜这个 what is this， 好好珍惜这个商品，并且因为如果我们价格高一点的话，customer 会好好珍惜，而且不会随意丢弃它。一旦他们把我们做的东西丢弃，那不就前功尽弃没用了吗？然后所以我想说，既然做的贵的话，那就按那个 luxury brand 的感觉来做。所以它又要有塑料袋的特点，又要环保，又要有奢侈品牌的风格，然后就这个还挺有挑战性的。所以最后出的这个结果是喜欢的，模仿的风格还是 M&M Paris， 就是跟 M&M Paris 有一些一样，但是又有一些超脱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啥？就是中间一些我感觉逻辑上是这么说，但是中间的一些探索，虽然出的东西我不算很喜欢，但它最后还是能被我运用到我想要的那个方向上。就是我状态咔咔咔往下走的那个出的东西我并不喜欢，但最后我还是想到把那些让我状态不好的那个设计点把它所有融合在一起，成为我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磨人。Anyway， 今天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方向，其中一个方向，这就很棒。辛苦了，拍拍自己。然后 OK， 来 update 一下我昨天去玩的那个 American Dreams 的那个连锁的，也不能叫街机厅吧，我觉得可以叫做游戏健身厅，叫 Activate。然后我们昨天是2对情侣加上我们3个单崩。一开始我是跟一对情侣一起，后来不知道怎么就那俩单崩凑过来跟我一起玩了。然后我先跟情侣玩了这个第一个游戏叫 Push， 它每一个房间都有好几种不同的游戏模式你可以选，然后我都选了第一个 Push， 就是一开始先给你一个形状，比如说一个 L， 最开基础是一个 L 的灯，这个 L 360度花式旋转都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在一房间的灯里面找到这个 L 形状，然后把它拍出来。之后那个图案会越来越难，它会是一个3×3不同颜色的灯，然后你要在琳琅满目的灯里找到这个 composition。然后出来之后，那俩单朋过来找我了，我就又带他们玩了一遍这个房间。然后我们第二个玩的叫 Strike，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是拿一个小球砸屏幕，就是个屏幕的 grid， 你要砸准那个屏幕。第一关我选的是最简单的，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是砸陨石，就是第一关好说，你就砸到那个屏幕的陨石就行。第二关是你要不停的，就是每个陨石要打2次才破，就是你要连续几次砸到那个同一个位置，以此类推，然后陨石砸3次才破，4次才破，巴拉巴拉。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是就是那种类似翻卡片的玩法。你比如说这是一个5×5的 grid， 你先砸中一个，它翻出来是比如说形状是个小汽车，然后它盖上了，你再砸第二个，形状翻出来是个雨伞，盖住了，你再砸第3个，又是个小汽车，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2张牌同时翻过来。就是它砸得准之外，它有益智玩法，这个有点难，我就没选这个模式。然后我们第3个玩的跟这个有点像，叫 Control， 但不是这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类似吃豆人，就是它是2个控制机制。首先你脚要哒哒哒哒踩，就是一直迈你的小碎步，这个东西它就会前进。前进的方向是由你手上拍上下左右确定的。
然后你要把这个豆吃完，就是你往前踩它就往前走，然后你一拍左边它就往左边走，一拍右边就往右边走。你要把里面的就是在迷宫里面把所有的豆吃完，有点小累，而且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玩。然后接下来我们出来就去玩了投篮，哇，事实证明投篮是最好玩的。不知道我投着我就入定了，就一直咣咣咣的进，特别快乐。然后我们仨还冲到了第4关，差点就冲到第5关了，也不知道为什么3个人投篮手气这么棒。第4个就终于玩到我一直很想去那个 Grid， 这个真的就是投完篮踩完那个吃豆人之后，我们体力消耗还不少。这 Grid 真的是满屋子又跑又跳，我出来我真的是有点哇，我说这个运动量很赞。然后价格是$25玩45分钟，比健身房便宜，我们很爱。然后最后我让他们带我们去了一趟，就是他们俩玩的攀岩，我还没玩，然后我们就去试了一下那个攀岩。攀岩跟格子的那个规则有点像，格子的规则是你要把所有的蓝方块踩了，不能碰到红方块，但是你在踩篮的过程中，你踩到绿方块你也是合格的。绿方块一般就是你的安全区，蓝方块是你的目标，红方块是你要躲避的敌人。它不但有脚上踩的，还有枪上要按的，就是你就真的是得满屋子乱窜。然后这个攀岩也一样，攀岩是你可以抓绿色方块是你的休息区，蓝色方块是你的目标，红色方块也不能碰。然后就是然后你的脚还不能着地，你要踩在它那个小沿上，你脚一着地，你全组的人就 fail 了。你要从它也有安全区，地面也有安全区，你要从地面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中间就是攀岩的部分，然后你就抓着安全区的岩石块，你就从这儿到那儿。哎呀，怎么说？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非常不错，应该说是它就是虽然是45分钟，但它只有在你进入房间才开始倒计时，就是你在外面等的时候它是不计入时间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有取代街机厅的那个潜力。就首先街机厅是那种你要玩一个项目你才往里投币，而且如果你比较菜的话玩不了多久，这个感觉不太好。其次街机厅里所有的游戏说难听点我们家里都有，我甚至我初中的时候有台 iTouch， 我去了趟街机厅，我觉得那所有的游戏我 iTouch 上都有，就10几年前就已经是这种感受了。然后因为 American Dreams 也有街机厅嘛，特别冷清。就我其实好几个街机厅啊，除了法拉盛的之外，去了几个都特别冷清。我觉得街机厅真的是快萧条没落了吧。还有一点比较好是街机厅它是你可以一群朋友一起去玩嘛，如果你是一个人去玩的话，那你要么是叫什么，就是那种游戏街机的高手，要么是跳舞机的高手，就是过于炫的，要么就是你真的很孤单 feel bad for you。 anyway 开玩笑，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 Activate 是团队合作，就是我们3个人进去，它记的是我们3个人总分，然后他不会说单独只记你一个人谁的分，他不会，就这一点还挺不错的。其中有一个我们很想玩的，但是给忘了，就是那个穿激光的。我在那个纽约的一个叫 Spy Museum， 它那个 brand 叫 Sky Cap， 也有一个类似穿激光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 Sky Cap 也是类似一种以间谍为主题的这么一个游戏设计体验。就除了有穿激光之外，还有听他讲暗语的一个什么东西吧，我忘了。就是它也是一个独立的游戏设计，但是明显做的没有 Activate 好。我觉得就是 Sky Museum 当时给我感觉说，哎，就是有潜力，是这种感觉，就是有潜力。但 Activate 我觉得是把这个想法做得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游玩方式。我还会再去的，因为其他几种还没玩完，但是一群人去特好玩，一个房间最多容纳5个人。下次约许一个人过去就很快乐，就是这个运动量也有了，然后玩的也蛮开心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未来健身房的方向，就不是健身房了，就是一般人想要运动，然后又不想玩器械，然后如果也不是很会球类运动的话，那来玩这个就真的很赞。他应该往健身的方向走，我觉得。OK， 今天在最后快速的讨论一下印度人，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我们 Design Research 那节课是要小组合作嘛，然后我们组我4个人加我2中国人2印度人。我发现印度人并不像我之前在比如说小红书或者哪儿看到的那么，就是他们说印度人躺那儿不干事儿，都指望其他 teammate 把事情做完。我发现并不是就是他那2个印度人先后啊，就是我们的作业他有一条一条都要完成吗？他们2个都各自做了一个，就是已经把比如说我们这一节课科普说要一个 APP用于提升购物体验的 APP， 然后我们要把那个用户的痛点讨论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分散一下谁要做什么，然后再制定一些什么小的规则吧。他们一条一条，就是他觉得用户痛点可能会有哪些，他巴拉巴拉写出来了，然后团队角色有哪些可以选的，巴拉巴拉全写出来了。我在开会前，我先去 ChatGPT 上我做了一下那个功课，但我没想到他们真的文档建出来了，东西也填好了，你往里再加减一些东西就可以提交了。就我们组那2印度人，然后人也还不错，就是我在 Day One CPT 上遇到的印度人，2节课上遇到的印度人，人都还不错。虽然我还不太能听得懂印度英语，就是能听得懂一半吧，就有些口音重的可能只能听得懂30%，但是就他们的做事态度跟能力，我觉得真的还挺不错的，就是跟我在其他留学生那里听到的不干事的印度人相比还是挺不一样的。今天大概就快速的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